2014年的微软像一艘搁浅的巨轮，在错失了移动互联网的整个时代后，这家昔日的科技霸主内部正被一种名为 KPI 内卷的文化锈蚀得千疮百孔。员工们不再仰望星空，而是紧张地盯着身边的同事，因为在员工排名制度下，每个团队都必须强制评选出卓越、良好、平庸和差劲的员工。为了不成为那个差劲的倒霉蛋，部门之间壁垒高耸，同事之间不再是战友，而是潜在的敌人。那时的微软，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自保和甩锅的气味。就在这艘巨轮即将沉没的时刻，一个温文尔雅的印度裔男人萨提亚·纳德拉 Satya Nadella 被推上了船长的位置，所有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一个内部成长起来的工程师如何能撼动这僵化庞大的官僚体系？纳德拉上任后，没有像前任那样挥舞着激情的拳头，高喊着战斗的口号。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近乎温柔的向整个微软帝国灌输一个全新的理念。他废除了实行了10余年、被无数员工痛骂的员工排名制度。然后在一次高管会议上，他没有谈论战略、市场、营收，而是讲了一个词 empathy 同理心。他告诉所有微软的管理者，要从 know it all 无所不知者变成 learn it all 无所不学者。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纳德拉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这一切。他会在发布会上用死对头苹果公司的 iPhone 来掩饰微软的软件。他会公开承认 Windows Phone 的战略是失败的。他会把曾经被视作毒瘤的开源 Linux 系统热情地拥抱进微软的 Azure 云服务，并打出 Microsoft loves Linux 的标语，震惊了整个行业。这种姿态在曾经那个封闭自负的微软帝国是不可想象的。这股 Learn it all 的春风吹散了弥漫在微软内部长达10年的雾霾。员工们发现，承认我不知道并不会被惩罚，反而会得到资源和支持去学会它。跨部门合作不再是麻烦事，而成了最被鼓励的行为。那些曾经把这不是我的事挂在嘴边的评论家渐渐失去了舞台，而那些愿意说我来试试的实干家开始闪闪发光。结果呢？微软的股价从纳德拉上任时的30多美元一路飙升到如今的400多美元，市值突破3万亿美元，重回全球之巅。这艘搁浅的巨轮不仅重新起航，更驶入了一片前所未有的壮阔蓝海。纳德拉的故事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启示：决定一个组织乃至一个人命运的，往往不是能力、资源或战略，而是一种更底层的东西——心智模式。而这种心智模式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你每天挂在嘴边的口头禅。这种品质，我称之为破局者心态。拥有这种心态的人，视问题为机遇，视挑战为阶梯。他们的语言是桥梁，是船帆，是开启无限可能的钥匙。而另一些人，则在不经意间用自己的语言，为自己的人生筑起了一道道高墙，挖下了一个个深坑。尤其在职场中，有4句看似平常的口头禅，就像语言病毒，一旦感染，便会悄无声息地侵蚀你的职业生涯，最终让你在时代的洪流中被最先抛弃。第一句，这不归我管，你亲手浇灭的，是别人为你点亮的灯。我认识一个女孩，李丽，某新能源公司的技术骨干。她聪明，业务能力强，连续3年都是部门的绩效之星。她就像一柄淬炼的锋利无比的剑，所向披靡，也因此养出了一丝难掩的傲气。后来部门空降了一位新领导，李丽心里是有些不以为然的。她觉得自己手握最硬的业绩，是部门里不可或缺的大拿，新领导也得敬他3分。新领导确实对他很客气，但很快李丽就发现有点不对劲。领导开始交给他一些看似界外的工作，
比如让他跟进一下市场部主导的那个新项目的数据接口，或者让他协调一下隔壁部门正在测试的新系统出现的兼容性问题。李丽的第一反应是抵触。领导，这个是市场部的工作，他们的项目经理更清楚情况。这个系统问题，按理说应该由系统部那边来处理，我这边不太熟。您让新来的小刘去弄吧，我手上还有好几个技术方案要赶。每一次他都用一种专业、礼貌且不容置喙的口气把皮球给踢了回去。他觉得自己做得滴水不漏，既表明了本职工作的繁忙，又捍卫了自己清晰的责任边界。新领导听完也总是点点头，说声好的，知道了，然后便不再多言。李丽以为自己赢了，成功地守住了自己的1亩3分地。直到半年后的年终评估，新领导宣布了一个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决定，那个刚来不久总是默默做事的新人小刘被破格提拔为总监助理，薪资翻倍，职级上成了李丽的领导。李丽彻底懵了，她不服气，第一次冲进了领导办公室要个说法。新领导看着她，语气一如既往的平静：李丽，你的业务能力我看在眼里，非常出色。本来我让你接触市场部和系统部的工作，是想让你尽快熟悉公司的整体运作，培养你的跨部门协调能力和全局视野。这个总监助理的岗位，我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你。我希望你能成为我的左膀右臂，未来能独当一面，进入管理层。他顿了顿，接着说，但是每一次你都告诉我那不归你管。你的专业能力很强，但你的世界似乎也只有你眼前的那块屏幕那么大。我需要一个能帮我连接各个部门的人，而不是一个只守着自己岗位的人。小刘虽然技术不如你，但他从没说过一次不。他总是说好的，我先去了解下情况，所以我只能把机会给他了。那一刻，李丽才恍然大悟，他那些自以为聪明的搪塞，那些用于捍卫责任边界的话术，原来是一次又一次亲手关上了通往新世界的大门。他亲手浇灭的，正是领导为他点亮的那一盏通往更高职位的引路灯。斯坦福组织行为学教授杰弗里·菲佛早就指出，现代职场责任边界正在变得模糊，企业真正青睐的是那些具备水型特质的员工，既能保持自己专业的深度，又能像水一样适应任何形状的容器。当你说出这不归我管时，你实际上在向世界宣告，我的价值仅限于此，我的成长也到此为止。真正聪明的职场人会把这句话从自己的字典里彻底删除。他们会说，好的，我先来处理，如果过程中需要其他资源，我再向您求助。一句话，高下立判，前者是打工者，后者是事业合伙人。第二句，以前一直都这样，你紧抱的不是经验，而是时代的墓志铭。某家老牌制造企业曾有一位40岁的技术主管，我们称他为老王。老王是公司的元老，从产线工人干起，凭借着勤奋和钻研，一步步坐上了技术主管的位置。他对公司的每一台设备、每一道工序都了如指掌，是大家眼中活的操作手册。他的口头禅就是别瞎折腾，这套流程我们用了20年，一直都这样，没出过错。这句话在过去是经验和权威的象征，但时代变了，随着市场竞争的白热化，公司的利润被一再压缩，效率低下成了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董事会痛下决心，要进行全面的数字化、智能化升级。这个任务自然落到了老王头上。然而，在方案讨论会上，面对着那些全新的理念和陌生的技术，老王的第一反应不是学习，而是抗拒。我们20多年都这么过来的，有必要花这么多钱搞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吗？这个新系统不稳定，万一出了问题，
生产线停一天损失多大？以前一直都这样，不也挺好吗？以前一直都这样，这句话像一个魔咒，反复在他嘴边出现。他不是在陈述一个事实，而是在表达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对未知的恐惧，对变革的恐惧，对自己可能被淘汰的恐惧。最终，董事会失去了耐心。老王和他那句一直如此一同被优化掉了。讽刺的是，接替他职位的是一个刚毕业3年的年轻人。那个年轻人最喜欢说的话是：这个有意思，我们来试试看有没有新的玩法。3个月后，全新的智能制造系统搭建完成，公司的整体生产效率飙升了 40%。 老王的故事不是个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在他的双系统理论中警示我们：一直如此这句话本质上是代表直觉、情感的系统1对代表理性、逻辑的系统2的一次暴力镇压。它意味着你的大脑在偷懒，它拒绝思考，拒绝分析，只想待在最熟悉、最省力的舒适区。脑科学的研究甚至显示，当你反复说一直如此时，你的大脑会自动关闭高达 79% 的与创新相关的神经突触连接。你说的每一句一直如此，都是在为自己的思维修建一座无法逾越的监狱。美国海军少将、计算机语言之母格蕾斯·霍珀 Grace Hopper 有句名言：在人类语言中，最危险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在今天这个时代，经验很重要，但比经验更重要的是清空经验、随时重启的能力。更高明的说法是什么？您提的这个方向很新，目前我们确实面临一些挑战，但我会立刻组织团队去研究，尝试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我们再想办法请教行业专家，或者向您汇报。这样的话，才能让领导觉得你不是一块阻碍变革的化石，而是一块值得信赖的、能带领团队攻坚克难的基石。第3句，我没时间做这个，你暴露的是能力短板的死亡通知书。想象一个场景，你正焦头烂额地处理着手头的项目，客户一个电话打来，临时要调整方案，而且要得很急，你会怎么回应？很多人下意识的反应是：我现在实在太忙了，没时间弄这个。这句话听起来合情合理，毕竟谁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忙得像个陀螺呢？但你可能没意识到，这句话在领导和客户听来，翻译过来其实是另一层意思：我的能力只够处理预设好的任务，我没有应对突发状况和多任务管理的能力。我曾见证过2位项目经理，张哥和小赵，因为对这句话的不同处理，走向了截然不同的职业道路。张哥是典型的老黄牛，勤勤恳恳，做事踏实。他的工作日志总是排得满满当当，任何企图插队的任务都会被他以没时间为由挡回去。他认为这是对既定计划的尊重，是专业的表现。小赵则不同，他看起来似乎更不靠谱一些，总是在各个项目组之间穿梭，像个救火队员。当那个要命的客户电话打来时，所有人都听到他在电话里说：好的，王总，我明白您的要求了，情况紧急，您给我2个小时，我需要重新梳理和调整一下我手头所有工作的优先级。今天下班前，我一定给您一个可行的方案。挂了电话，他立刻在白板上重新排列组合自己的任务清单，哪些可以延后，哪些可以授权，哪些必须亲力亲为。最终，他不仅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客户的调整，还没耽误其他工作的核心进度。谷歌的团队效能研究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些最高效的员工，处理临时突发任务的响应速度反而比普通员工快了 23%。 他们并非拥有3头6臂，而是掌握了一种时间折叠术。他们不把临时任务看作是打扰，
而是看作对他们任务规划能力和优先级判断能力的动态考验。说我没时间，本质上就是向外界签发了一份关于自己任务规划能力短板的死亡通知书。真正的职场高手都像一只八爪鱼，能够同时伸出多个触角，灵活地应对来自四面八方的变化。他们深知，职场中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最好的回答不是我没时间，而是好的，我明白了。我立刻调整一下现有工作的优先级。为了更好的安排，我想确认一下，您这边最晚什么时候需要这个？你看，这样一句话，既传递了你工作饱和的现状，让对方知晓你的付出，又展现了你愿意承担、积极解决问题的责任感。更通过询问截止时间，把压力和选择权巧妙地抛回给了对方，为你自己赢得了主动。这才是时间管理大师的语言艺术。第4句，这个我完不成，你按下的是自我成长的暂停键。所有在挑战性任务面前，第一个念头就是我做不到的人，最终无一例外都会被卡在晋升的门槛之前。这听起来很残酷，但却是职场的铁律。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概念，叫自我实现的预言。简单来说，就是你相信什么，你就会看到什么，最终也会成为什么。你的语言就是对你信念最直接的编程。当你说出这个我完不成的时候，你的大脑会立刻接收到这个失败的指令，开始分泌抑制性的神经递质，主动降低你的创造力、专注力和解决问题的意愿。从你开口的那一刻起，这件事的成功率就已经被你亲手砍掉了一半。我所在的第一家公司曾接到过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在1个月内为一位世界500强客户开发一套全新的定制化系统。当时几乎所有的资深工程师都摇头，纷纷表示时间太短，需求太复杂，根本做不出来。就在 CEO 准备硬着头皮向客户道歉时，一个刚入职不到2年的女孩林姐敲开了 CEO 办公室的门。她没有说我能完成，那是在说大话。她说的是，老板，这个任务确实挑战巨大，但我梳理了一下，如果我们能把目标拆解成3个阶段，并且您能给我配备3位在这几个领域最强的工程师，再给予我们最高的资源调配权限，我们有信心在2周内拿出一个可以让客户看到希望的初步方案。当然，最终的方案还需要您来亲自把关指导。一番话不卑不亢，有条理，有担当，有策略，还顺带给了领导一个指导的高帽。后来的故事就像一部热血的职场电影，林姐带领着这个临时组建的敢死队，没日没夜的攻关，最终不仅按时交付了项目，其创新的架构还成了公司后来斩获更多大客户的王牌武器。几年后，林姐成了公司最年轻的副总裁，而那些当初第一时间说完不成的资深工程师们，依然在自己的岗位上写着自己那1亩3分地的代码。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在面对高难度任务时，那些采用挑战性陈述，比如要完成这个任务，我们需要攻克3个核心难点的员工，其最终的任务完成率比那些直接使用消极表达我完不成的员工高出了整整 41%。 真正的破局话术不是盲目承诺，而是要完成这个，我需要预计分阶段来攻克，最终希望能达到样的效果。职场就像一场升级打怪的游戏，那些总把不可能、做不到挂在嘴边的人，就像是游戏一开始就主动扔掉了武器，亮出白旗的士兵，他们注定只能在新手村里徘徊。节目讲到这里，我们再回看纳德拉的故事。他改变微软靠的不是什么神奇的魔法，而是改变了整个公司的语言环境。他让我来学学，取代了我什么都懂，让我们合作吧，取代了那不归我管。
让我们试试取代了以前没这么干过。这些语言上的微小转变，像投入湖面的石子，激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最终汇聚成足以驱动巨轮转向的惊涛骇浪。对我们每个身在职场的人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别再让那些消极的、自我设限的口头禅拖住你前进的后腿。语言是有能量的，它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你的思维，定义着你的能力边界，最终决定了你的命运轨迹。当然，一个健康的职场生态不仅需要员工的破局者心态，更需要管理者的引路人智慧。如果你是领导，请务必识别并重用那些从不说这4句话的员工。你让他承担的多，就要让他收获的多。你让他去攻克最难的堡垒，就要在他胜利归来时给予最丰厚的奖赏。毕竟，让付出者有回报，让担当者有舞台，才是一个企业能够良性发展、生生不息的核心。从今天起，请做一个语言的觉察者，仔细听听，你每天说的最多的话是什么？是为自己拓展可能，还是在为自己关闭大门？下一次，当那句熟悉的消极口头禅涌到嘴边时，请务必让它停顿3秒，然后换一种说法，为自己的人生换一种全新的可能。那么，你是否也曾被某句消极的话困住过？或者，你又是如何用一句话为自己扭转乾坤的？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你的每一次分享，都可能点亮另一颗正在迷茫的心。